家好，这次分享特勒吉国家公园与成吉思汗纪念馆一日游。蒙古自助行最大的挑战就是市区外的交通了，道路条件不好，也不接受观光客自驾。乌兰巴托的公车其实相当发达，可以搭公车到达特勒吉公园，但是呢，距离特勒吉40分钟的成吉思汗纪念馆却没有公车可以到，实在让人伤脑筋啊。KKday 上面呢，其实有不少一日游行程可以选择，但是只要是中文司机的价格就蛮高的，又不希望花时间配合团体，所以最后选择了一日包车。只是过程也有点一波三折，找到了司机态度相当好，相当客气，但最后敲定时间的时候却说当天他没办法来接我们呢。原来乌兰巴托交通太拥塞了，所以车辆会依车牌的单双号轮流使用。最后呢，他只能介绍曾经在上海工作的蒙古司机来协助我们完成一日游的行程。当天蒙古司机准时的抵达了，这趟旅程中遇到的司机其实大多守时安静，给我们留下极佳的印象。然而当天出门的时候啊，却下起了磅礴大雨。司机用他不甚流利的中文说，气象预报雨要下一整天。当下心情实在太无奈了，天色都是灰的呢。幸好离开市区之后，雨就渐渐的变小了。第一站我们到达了成吉思汗纪念馆。2008年完工的纪念馆，最代表性的就是40公尺高、不锈钢打造而成的成吉思汗塑像了。成吉思汗身为蒙古帝国的创立者，曾征服欧亚大陆的大片疆土，直到今日仍是蒙古人最为崇敬的对象。首都的机场即名为成吉思汗机场。到达时，入馆的人还不多，我突然灵光一闪，一入馆呢，就飞奔到顶楼的展望台。只是陡峭的楼梯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但却非常幸运的拍到跟成吉思汗的独照啦。不过呢，5分钟后人潮涌入，画面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幸好这时候雨也稍微停了，辽阔的大地就在我们眼前，非常非常的壮观啊！眺望远方，一个个白色的小圆，就是可爱的蒙古包了。此时人越来越多，我们就决定往1楼移动。这时候才发现，其实这个馆是有电梯的啊。1楼最著名的就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大汗画像了。很多人都觉得每个人都长得蛮像的啊。其实这是因为晚期的记载相当的有限，很多人物或许都是想象中的样貌咯。另外1楼还展出了世界最巨大的皮靴，也布置了不少非常具有游牧风情的雕像，像是老鹰、马匹，都是游牧民族常使用的符号。B1 呢，则是文物的展示馆，展出不少他们的实用用具，像是这把弓，就会让金庸迷想象这是否是郭靖射雕所使用的那一种呢？另外 B1 它也展出了不少史记中曾经出现过的图像，像这幅是伊尔汗国的序列兀跟他的夫人，图中人物的动作相当丰富，表情也非常的生动，色彩相当鲜艳。另外一面墙则是运用了科技，
让古代的图像动了起来。像是旁边这幅就是14世纪欧洲人他们绘制想象的世界地图，里面的人物跟马匹是都会动的哦。地图中还画出马可波罗的商队，这份地图不少部分就是依据马可波罗描述的东方所完成的呢。趁雨势缓和下来，绕着馆外漫步一圈，除了广阔的草原之外，由下而上的仰望雕像，现场看非常的壮观啊。往特勒吉公园前进咯。特勒吉以奇石、森林、草原丰富的地形交错而闻名，沿路马、羊、牛都是随处可见的。只不过进入公园之后，就变成了泥土路，在车上其实相当的颠簸呢。特勒吉的地标乌龟岩到啦，随意在旁边走走，享受美景。发现不少人竟然攀登上了高耸的乌龟岩，好奇之下决定试试看。没料到惊艳的美景就出现在眼前了。这时候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赶快多拍几张美照啦。最后呢，我们来到了一个位于深山间的藏传佛教寺院，称为冥想寺。我们沿着蜿蜒的步道而上，风景可说是美不胜收啊。尤其站在山上，感觉自己好像在仙境里呢。走完108街，冥想寺就出现了。冥想寺内部空间不大，中央有一个天井透进了光线。恰巧遇到了信徒正在虔诚的跪拜，增添了不少神圣的气氛。旁边也供奉着达赖喇嘛的照片，气氛非常的安静舒适，就趁机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离开前，我们沿着庙的外围顺时针的转动经轮，祈求旅途的平安。心满意足的准备下山喽。下山的时候，山景依然非常的秀丽，只可惜当时又飘起了小雨，天色又偏灰色了。不过上山的游客依然是络绎不绝，只能依依不舍的跟特勒吉拜拜啦。